秋，凯文跟我说过，我还不信。原来我真的不了解你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你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人，你怎么能就这样把节目内核给星天呢？那个方案只有我们2个知道。今天星天公布节目概念，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你怎么能？公司呢？创新的、理想的，你我之间的承诺呢？你为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理由你要这么做？是，我搞砸了，节目被暂时压制了，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只是暂时，那可是整个春泽的知识产权，是咱俩的心血，你为什么？也许凭你的才华，你还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。但是现在春泽是个什么情况？没有这个节目内核，你让我靠什么？靠什么？靠我爸是吗？你能不能说句话？秋，你怎么了？秋，什么？我马上派救护车过去。你们在哪儿？知道了。冷总，你来了。小白总，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冷总，小白总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想讨论一下彼岸云加入东海集团序列之后重整人事布局的事情。我以为彼岸云加入东海序列以后，我已经被踢出人事布局了。本来是的，我爸不喜欢掌握实权的女高管，也不是完全不能有。但是现在整个东海大娱乐事业群有我，有新天的岳海伦和陆潮，还有你。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副总监，让你久等喽。沈总，好久不见了，越变越漂亮。听说你现在发展的不错呀。沈总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今天约您的时间，就是想请您听一听我们云海卫视要开通付费网络频道的这个想法。好啊，来坐下慢慢说。也不是男女的问题。龙总，这几年呢，您在彼岸云一直深度探索网络平台的新模式，搞青龙网综啊，这些也都是大手笔，但是见效也慢。接下来呢，东海希望加快彼岸云业绩生长的速度，所以股东们开会决定，在您的位置上要替换一个更急先锋式的人物。但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在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，您可以独家拿下新天的魅力远航2，所以他们对您又有了重新的看法。尽管老白总还是坚持己见，可是董事会还是决定要给您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那真是谢谢了。坦白讲，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已经跟彼岸云酝酿很久了，不该把这个计划拿回来跟您谈。但是彼岸云由于人事变动，所以这个计划可能会被耽搁。我们有时间上的压力，想知道爱妃会不会感兴趣？如果爱妃感兴趣，又比彼岸云做决策快，那么……你说的这些情况，我都知道。您都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原来的人事布局被推翻，重新布局。这件事情股东会交到我的手上来办。我和杏子这几天一直都在忙这个。一定要拿出一个足够好的新班子来，让彼岸云足够好看。当然了，这个新班子里的人必须都是我的人。小白总真直白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我们看上你了，既然我爸不喜欢你，你又能在公司幸存下来，不如就加入我的阵营。就像杏子一样，我爸爸不喜欢女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不喜欢男的呢。你是女的，跟我正合适。龙总，你觉得呢？我是职业经理人，靠专业的技能和经验换取个人价值，我不需要跟任何人
也不会跟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其实说白了就是彼岸云把龙子文给踢走了。说实话啊，这个龙子文非常有能力，你想能跟我抗衡这么多年，但是我真没想到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。代替他的那个人，那我太了解了，那个人就是个草包，就算他拿到梅里园2没有用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爱妃跟彼岸云分出高下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连您都对龙总评价这么高，他们为什么要换掉他呢？职场无性别，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成为做选择的依据。小白总，我听说过圈里有关于白城展总裁重男轻女的传闻，今天你也一再地向我证实了这一点。可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生在中西部的小城镇，家族在乡下是有祠堂的。如果说保守落后的性别观念，您的生长环境绝对不如我的严峻。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歧视，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受过歧视的人。所谓性别歧视是实是虚，除了别人怎么做，还取决于您怎么想。像您这样不断的自我确认，告诉自己扮演一个歧视的受害者，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。至于根据性别或者个人喜恶来取决人事布局，我更是不能苟同了。我对彼岸云是有感情的，如果我留下，我将继续努力。但我也知道，由于东海的影响，彼岸云已经不是以前的彼岸云了，所以我一切听从集团的安排，没有任何意见。这个应该就是大集团间的阵营战争，应该算是反间计。反间计？你想啊，龙子文独家拿到新天魅力远航2，其实东海内部对他的去留犹豫了，不想替他走了。但是这事儿才不过1天，东海开股东会议就有高层来提出来，说龙子文跟恒天系的资产有扯不清的关系，而且还拿出一些绘声绘影的证据来佐证。这还了得了？白城展疑心多重啊！而且很多股东对许长也都有心结，这一下龙子文的离职不可逆转了。这些人事斗争太复杂了，我是真不太明白，也不太懂。你不懂，这都是你男朋友一手策划的，你还不懂啊？什么？哎呦，还在保密是吧？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保密。其实你这男朋友这一招帮了我了，我想谢他都不知道怎么谢呢。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聊跑题了？龙总，如果您继续留任彼岸云的内容总监，那下一季的战略部署是什么呢？除了魅力远航2这样的几档大型节目为龙头，我将继续加强同云海卫视这样的合作，一起去探索新的模式。还有之前摆上台面的计划，文思墨主持的网综。文思墨？文思墨在直播新形势下重新走红，他的经纪公司春泽愿意跟我合作，给他推出新的节目。你为什么说是他设的局？淳于桥非常了解龙子文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毕竟他是许天德的合伙人，这都是恒天系的。彼岸云被东海入股了，跟我们是敌对阵营。你想想，股东大会上那些证据怎么冒出来的？不用说呀，那肯定是淳于桥故意去接近龙子文，又故意让东海知道，想让东海炒了这个既能干又了解彼岸云的高管，不就这点事儿吗？这些事情你不需要承认，也不需要否认，反正都是了无痕迹的事情。咱们现在是自己人，爱妃也是恒天旗下的，跟你男朋友的公司，这咱都是兄弟公司，对不对？你想找我合作，随时，真的欢迎。但是咱们把话说回来，你不是恒天系的，跟你合作，那还必须得看在你男朋友的面子上。你刚才说的那个付费的网络频道，真的挺好的。但是我眼下对你们那3档成熟的网络节目特别感兴趣。你看这么着行不行？你先把海上辩论会那3档节目从彼岸云移到爱妃，剩下的事儿咱们一步步的谈，怎么样？好了，龙总，我们都了解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好，再见。您留步吧。
慢走。多谢了沈总。我们那3档节目是在彼岸云孵化的，现在已经很成熟了，而且彼岸云给到的平台，我们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。不管龙总在不在彼岸云，我们都不会做无故毁约的这种事情。关于我们的付费网络频道的计划，其实我知道一开始就不太适合爱妃，只是我有点走投无路了。没关系，爱妃如果不感兴趣的话，不勉强。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小白总，龙子文这个人不能留。你是因为文思墨吧？上次春泽抢了他，我把你骂了一顿。直到现在，你提起春泽或者文思墨，心里就难受。其实我是为你考虑。龙子文这个人太过于独立。就算我们把他纳入麾下，也不一定效力，这你也看到了。更何况他是老白总不喜欢的人，只不过他拗不过股东的意见。如果老白总不能说服股东的事情，小白总你做到了，是不是可以说明更多事情？接着说，说不定可以讨得老白总的欢心，让他放心交给你更多事儿。龙子文这个人我也不喜欢，不过我凭什么说服股东们呢？有些事情总觉得很奇怪，总觉得龙子文和春泽，尤其是淳于桥，关系不一般。淳于桥，其实你完全可以在股东会上跟股东说，龙子文和恒天系关系密切，这样对于东海系的股东来说，他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。至于佐证，我可以提供给你，毕竟我是淳于桥身边工作了那么久的人。哟，白总，哦，徐总，刚才研讨会没看见你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啊，我昨天就来了，有个小范围的主旨演讲。我也有几个小范围的演讲啊。坐，请坐。要不要尝尝我从国内带来的特品滇红？不用，我有。Excuse me， 这是我从国内带来的贡品龙牙。It's for me. Wait a moment. 红茶、绿茶是喝不到一块儿去啊。欣欣最近怎么样？有些长进。你们天泽呢？也有些长进。自从上次见面，你我在文娱产业方面都拓展了不少啊。是啊，市场很大，空间有的是。是啊，我替你可惜。嗯，你拿着新天一手好牌，魅力远航，这张王牌给打臭了。我也替你可惜啊。春泽也是一副好牌，可你到现在也没抓在手里。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你的亲儿子呢？我们俩这样折腾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
你的股东，你顶得住吗？那你的股东就顶得住了？我不怕，我有替罪羊。那可不是亲儿子，舍得。是啊，我呢，更舍得。我交代的你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，医生。啊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您是薛大夫？啊，是。您是新惠美的心理主治医生，幸会。这间单身公寓人口密度够大的，但是效果却是最显著的。惠美借住在纯先生家这段时间，有了他的照顾，恢复效果可以说是有如神助。是吗？我怎么看着像鬼催命似的？纯先生他可能是被 PTSD 传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该用这么不科学的措辞和说法，但这确实是一个形象的比喻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这边详细的聊一聊。其实，在现代医学，心理疾病也会有类似传染的效果，我们专业术语称之为转移作用，或者叫共情反应。要知道，作为一个心理医生，我们每天接触病人，接收到的创伤性的倾诉实在是太多了。往往我们辅导结束以后呢，病人是身心轻松了，可是我们医生也是人，我们也需要消化。所以为了保证自身的身心健康，我们平时的做法就是尽量避免过度和患者共情，保持一个客观的、独立的这么一个身份，特别是不能和患者之间建立任何的感情牵连。但是通过这些天，我发现淳于先生却恰恰相反。他不但每天和惠美生活在一起，而且他还主动地建立共情，主动地去感受和感知惠美的精神痛苦，而且非常尽力。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被传染的概率，真可以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。他现在虽然还每天照顾惠美，但是很多天前开始，我就发现他就已经陷入PTSD 症候群了。当然，也有值得庆祝的消息，也恰恰就是因为他这种主动激烈的共情，又加上一些外部条件的刺激，所以惠美的康复速度会比其他患者都会快很多倍，而且是非常多倍，现在越来越好。这一点，我一定要写进论文里。案例，论文？当然，除了评职称以外，我这也是为现代医学做贡献啊！打住！你的意思是，我的病人自己患上 PTSD， 从而治好了你的病人的 PTSD？ 对，很神奇吧？那你是干什么吃的呀？淳于桥患有多年的胃病，你知不知道？胃病是最典型的新生疾病，心理精神上的压力会给他的器官带来多大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你还不知道的是，我给这帮现代社会工作狂治病有多累心，我都快得胃病了。我努力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他的胃病好转了，哦，现在却成了你心理治疗的特效药啊！他这几天一边吃退烧药一边吃胃药，请问这跟 PTSD 的自残有什么区别？其实照您这个说法，真的没有区别，它这就是一种自残行为。不过不用担心，你看看惠美，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所以淳于先生也会好起来的。你确定？当然，谈话
药物治疗、行为矫正，这些都只能说是辅助手段。所以真正能治愈他们的，只能是爱他们的人，或者是他们爱的人。真受不了你们这帮心理疙瘩。哎，对了，薛大夫，淳于先生一直是您的病人吗？多长时间了？4、5年吧。那他以前有得过 PTSD 吗？我觉得他一直都是。莫娜，你回去吧，这么多事儿，咱再怎么加班也做不完。那你呢？我先在那儿待会儿。独守空房受不了了。你这人真没意思。我是关心你，龙子文突然离职，我们谁都受不了。没想到这事儿还跟淳于乔有关系，我怕你受不住。你知道，有边边在，圈里什么事儿不知道？哎，你是不是也在想一个问题啊？你说这淳于乔搞高端斗争挺正常的，怎么这一次偏偏不顾及你呢？他是绝对不会伤害自己人的，所以你还是他自己人吗？你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拆散你跟陈泽汉了吗？你俩不是照样还在一起吗？你跟淳于乔没人能拆散你们，你爱上的本来就是个很难得到的男人。你不用过度解读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知道。他不是神，他有累的时候，他也有犯错的时候。我不是那种什么事儿都需要人照顾的小白兔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扛。不小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看男人的眼光特别好，特别准。我不一样，我母爱泛滥，会爱上陈泽汉那种 loser。你爱上的人，完美的无懈可击。龙子文对你对我们有多重要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你心里清楚，他有可能不那么爱你，但绝不会犯这种错。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事儿，他是爱我的，他是爱我的。虽然我没必要跟你说，但我想跟你说，他是爱我的。你听我说，不管我说，你听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会相信他的。他就是爱我的。4年前，从你开始迷上这个男人的时候，你那会儿不停地跟我要鼓励，要给你加油打气。我鼓励了吗？我鼓励了，是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多看好你们这段感情。我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动力再给你加油打气了。我不是要拆散你跟淳于乔，我只是恢复客观。聪明里的笨，城府里的真，你让我触碰电光，就一瞬，所以我才能拿全部自尊支撑，要做和你能旗鼓相当并肩的人。谁到来天谁留下心主宰？越亲密越伤害，过程或好或坏，回忆不曾留白。
个字呢？倒过来。我是来还钥匙的。你没事，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清，挺好的。其实，我今天就想跟你说一些话。我拜托，我说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回答我，千万不要出声音。我说完就走，很快。我到了云海之后，每天就只想着工作，没有时间照顾你，没有时间关注你，自己很后悔。直到我们的见面一天比一天少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可能是我太笨了吧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关系就能从一夜之间就变了。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快？可能是我没有见识吧。我觉得这真是挺狠的，至少对我来说挺狠的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有一天你会伤害我，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我一直以为我们能永远都在一起，我一直以为我们还能白头偕老呢。你跟我说过，
不管我在哪儿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就算不在一起，你也会永远都看着我。我希望你以后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不管我在做什么，你也可以永远都看着我。那天我们不愉快了，你转身就走了。那几天是我这20几年以来过得最黑暗的日子。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了，我觉得我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呼吸，我也不会工作了，我什么都不会了，我所有的在乎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没有意义了。我不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，但是我希望你以后都可以好好的，不管我们是什么关系，都可以健康，都可以快乐。祝你心想事成，长命百岁。我走了。就这样。真走了。钥匙你这儿。顾小虎，你是叫顾小虎吧？钟云桥他吃了很多的退烧药，人现在还不是很清醒。你刚才说的话，他未必记得，不如写下来吧，我不会看的。小谷，小谷，我失恋了。你满意了吗？我花了4年的时间让自己成为他，我现在永远的失去他了，永远的失去他了。现在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。都没意义了。没关系，我的生活里现在只有你们，还有工作，这些对我来说就够了，就这些就够了，没关系的。我可以变成一个只有工作的人，我只要工作就行，只要工作，帮我把门关上。这吧。回来了。哎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。哎，快来尝尝。做了什么混蛋事，我心里清楚。我只希望你能真的忘了卜小果，也忘了跟他之间的恩怨。
经忘了他了？我不相信罪犯的话。不是什么罪犯？你还要装吗？陈泽汉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做那么恶心的事儿？我只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出一个结果来。我也是为了你啊！你难道不恨不小谷吗？我对不小谷什么感情，我心里有数，用不着你操心。你做的事已经涉嫌互联网犯罪了，你去自首吧。我的。我只是想把这个事做个了结，现在已经了结了。我喜欢你，没有不小谷了，没有春雨桥了，也没有我的尊严和面子了，都过去了，好吗？那你别抛下我。陈泽汉，你知道吗？我恨你，我更恨我自己。我求求你了，木娜，去自首吧。